所以到底漏了哪个环节啊？唉，现在天气是越来越热了。我听说吴大人还向皇上提议，宫中上下用水都要先烧过，不可直接喝从井中打来的凉水。为什么？哪有天气热还喝热水的道理？那岂不是更热了？听吴大人说是为了预防水中的虫卵，可我看这井水挺干净的呀。世子大人，我明白了，是水。嗯？皇上，经奴婢仔细调查，大皇子妃早产一事，问题出在熬药的水上。有人暗中将熬药处的水换成了用铜锅煮过的水。这铜锅煮过的水有何问题？用铜锅熬制汤药会极大地改变药草的药性，对身体有害。且此种办法用银针也无法检验出来。有人故意将熬药处的水换成用铜锅煮过的水，奴婢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用了此水，如此一来，就和直接用铜锅熬煮汤药一样，因此才致使大皇子妃早产。竟有此事？那你可知是何人所为？回皇上，奴婢不知。皇上，臣听闻藩邦曾进贡过一只灵猫，此灵猫极具灵性，可以测出人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只需将人的右手放到它身上回答问题。若回答的是真话，灵猫则安静无事；若回答的是假话，灵猫则会狂躁不安。臣提议，不妨用此猫一试，或许能找出幕后真凶。这简直荒谬至极！皇上，此法虽说过于玄妙，但为还大家一个真相，臣也愿意一试。来人，将那灵猫取来。另外，将太医院所有涉事人员全部带来，一一查验。是。皇上，灵猫畏光，见光会狂躁不安，需将殿内烛火熄灭。熄灯。是。当日可是你动的手脚？不是。你可曾到过熬药处？没有。是否是你更换的水？不是。是你换的水吗？不是。你可曾到过熬药处？没有。是你换的水吗？不是。当日你可曾到过熬药处？是否是你动的手脚？我没有。冯大人，大皇子妃的汤药可是你动的手脚？你有没有更换过熬药的水？宋医官说笑了，我怎么会害大皇子妃呢？本官也未曾换过水。这验也验过了，可惜呀，你这灵猫从头到尾也没叫过一声。皇上，可以将殿内的烛火点亮。点火。各位，请将你们的右手伸出来吧。
吴医师，你的手为何如此干净？莫不是心虚，所以不敢将手放在灵猫身上？回答我！诸位，灵猫是假，方才只不过是一个测谎游戏。我与宋大人提前将炭粉涂在这团黑色毛球上，心中无愧之人，自然敢将手放上去，接受考验。可若是心虚之人，则肯定不敢。所以冯大人，你为何也不敢伸手？冯大人，你是不敢吗？还是说你的手也是干干净净的？我只是觉得此等小把戏太过荒唐，本官不屑参与。事到如今还嘴硬。冯明远，把手伸出来。是，皇上。就凭你这点小伎俩，也想跟我斗？吴医师，事已至此还不从实招来，说是不是你换了熬药处的水？皇上饶命，是奴婢换了熬药处的水，奴婢也是被逼无奈。是谁指使你这么做的？来人，把他拖下去，好好审审。皇上饶了奴婢吧！我说，是冯院判指使奴婢将熬药处的水换成铜锅煮过的水。不知此事，窦毅也是冯大人故意将荣泽兰引到苏叶身边，让荣泽兰染病，意图除掉荣泽兰。奴婢知道的都说了，皇上，求皇上饶命！皇上是可怜，奴婢是被他逼迫的。吴医师，听闻你偷药，是因为家中有个多病的弟弟。本官问你，你偷药当真是为了多病的弟弟吗？冯院判，奴婢知道错了，以后再也不敢偷御药房的药了。莫怕，只要你乖乖听话，本官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如若你能做得到的话，那我暂且就不送你去慎刑司了，如何？奴婢知道了，奴婢会听大人吩咐的。好。皇上，臣冤枉啊！吴医师信口雌黄，污蔑臣啊！臣冤枉啊！冯大人，如今人证物证确凿，你还想狡辩？你的嘴怎么跟死鸭子一样硬？皇上，天气渐热，臣让吴医师把井水煮沸，只是为了消杀虫卵。每年到了这个季节，宫中都有把井水煮沸再饮用的习惯。再说，就算臣让他把井水煮了，这煮沸的水能有什么毒？我们平日喝的都是煮沸的水，也没有人中毒啊！冯院判，方才我们说的一直都是用铜锅煮过的水熬药，我现在就向你证明，用铜锅煮过的水熬药到底有没有毒？这是怎么回事？看看你现在的样子。我发现水有问题后，便暗中让宋一光将你泡茶的水和熬煮养生汤的水全都换成了用铜锅煮过的水。如今你头发脱落，这般美，还敢说这水无毒吗？胡说！胡说！
我这不过是偶感风邪，皇上，臣偶感风邪，头发脱落啊。好个风邪！铜锅煮水，单饮无碍，可一旦与药草或茶叶混合，便会改变药草或茶叶的药性。你一个健康的人，每日用此水养生喝茶，慢性中毒之下都会出现脱发症状。何况大皇子妃怀胎体弱，因此才动了胎气。不是我，皇上，不是我。你以为你随便找个医师，皇上就会相信吗？臣冤枉啊！都是这个贱婢自己做的，都与臣无关。臣冤枉啊，皇上！冯明远，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不是的，皇上。大胆！冯明远，为何要谋害皇嗣？究竟是何人之事？皇上，臣冤枉啊！来人，把他一直拖下去，严刑拷打。是皇上，皇上，臣冤枉啊！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谁也不能审判我！传朕旨意，冯明远谋害皇嗣，死不足惜。冯家满门抄斩，所有涉事人等一律严惩，一律治罪。你我二人幼年相识，你待我亲人，是我辜负了你。都怪那个荣泽兰，当年他娘坏我好事，如今他又来害你性命。我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我会像杀死他娘那样，把他碾成肉泥。荣泽兰，荣泽兰，你怎么了？你怎么了，泽兰？你醒醒！来人，传太医！泽兰，在皇宫之处，处处藏着危险和陷阱。我日日担心你的安危，每次见你孤身犯险，我都怕再也见不到你了。没想到这一天还是来了。对不起。宋凌霄。我快喘不上气了。你没事啊？啊？我只是喝了些梅子酒睡着了。所以这些
都是梅子酒。梅子酒好。你还活着。梅子酒能喝成这样，也挺好的。你是不是喜欢我？我以为我看你的眼神，连御花园的喜鹊都该明白了。是吗？我怎么看不出来？那看来，我该做得更明显一点。醒醒酒。荣泽兰，我知道你想成为医官，为母证明，给他昭雪，但这条路上布满荆棘。荣泽兰，你可愿意在这布满荆棘的路上寻找一位与你同行的伙伴？他可以做你的侍卫，为你遮风挡雨，替你披荆斩棘。皇上，今早哀家见御花园的牡丹开得正艳，像是托了国泰民安的福气。母后圣明，儿臣方才得报，江南又是个丰年，后宫也都安好，实乃祖宗庇佑。是啊。哎呀，朕的小皇孙来了。哎呦，皇上，快看！哎呦，小皇孙真可爱。父皇，儿臣有个请求，还请父皇恩准。但属无妨。儿臣经此大难，深觉后宫诸多女眷的不易，因男女大防，平日里有些病症，向男医官问诊多有不便，因此病情时常耽误，苦不堪言。儿臣斗胆，请父皇考虑为后宫的女眷们增加一位可以看诊的女性医官。皇上，大皇子妃所言极是。皇上，女子为官，与理不合。况且，自古以来，这世上哪有女子为官的道理啊？母后，您意下如何？妇人的病症，与男医官言说多有不便。皇上，哀家记得你曾答应过，若荣医师能在大皇子妃中毒一事中证明自己的清白，便允许他合法的看诊问药。如此一来，不封他为医官，如何合法呢？荣医师医术精湛，保过皇子妃和你皇孙的平安，还治愈过哀家和小公主。我看呐，皇上该兑现承诺了。
荣一氏怎么不待在龙庭与大皇子妃等人说话，独自一人来此赏景？此处花香沁脾，最宜凝神静气。荣一氏步步高升，如今更是宫里的红人，本宫想提点你一二。在这宫里，凡是有小心思、手眼伸太长的人，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那苏叶呢？她的手伸得太长了，一个3等医士，弄脏了宁贵妃您的衣服而被杖毙。大皇子妃呢？她的手伸得太长，莫名其妙的早产。这宫里的医院，总要有人不服。你这张嘴比你母亲还会说，只是不知这命是否也会更长。多谢娘娘夸奖，奴婢定会努力活得长久些。奴婢相信，善恶终有报。就像冯大人，前日里还好好的人，说没也就没了，倒叫人想起那句话：举头3尺有神明，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想必朱清已有所耳闻，太医院有个叫荣泽兰的医师，他控制过窦异的扩散，太后、大皇子妃、公主皆因其精湛的医术受益。不但如此，他还帮助钟老研制成功了治疗破伤风的特效药，这药救了战场上无数将士们的生命。因此，朕欲擢其为医官。朱清以为如何？皇上，万万不可！女子为官有悖我朝礼制，自古以来从未有过女子担任医官之力。此例一开，恐成天下笑柄，望皇上三思啊！对，望皇上三思啊！皇上，臣也以为不可。3纲5常乃立国之本，女子应恪守妇道，怎可为官？荣泽兰虽有医术，但也不能坏了祖宗的规矩。臣附议。你们注意控制火，仔细点啊！好好调节。好，千万别遗漏了。仔细着点啊！好好调，药材分拣清楚。不好了，不好了！哎呀，不好了！大家都听说了吗？前朝正在为封荣泽兰为女医官的事争论不休呢。真有此事？自古男性为医，我们岂能让一个女子与我们平起平坐？对呀，就是。太医院向来以男子为尊，她若成了医官，成何体统啊？对呀，成何体统？我们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我们不与女子同朝为官，这成何体统吗？就是必须反对女子为官，维护祖宗礼制。我们一起去医政殿外，恳请皇上收回成命，反对女子为官，反对女子为官。好，反对女子为官，女子为官。我们去医政殿，我要收回成命。皇上，自古以来从未有女子为官的先例，断不可开此先河呀！正是，女子无才便是德，怎能参与朝堂之事？启禀皇上，荣泽兰功不可没，请皇上明鉴。听闻诸位大人正在为小女子成为医官之事争论，不知可否容小女子进殿辩上一辩？选。
院1等医士荣泽兰叩见皇上。皇上，太医院中医官在殿外长跪不起，恳请皇上收回成命，不可让女子为官。请皇上收回成命。荣泽兰，今日进殿机会难得，你有何想法，尽管跟众大臣们说说。谢皇上。刚听大人们提到，女子无才便是德，不应参与朝堂事宜。女子无才便是德，原意是女子要拥有才学，但不显露，能明辨是非，这是一种难得的品德。这美好的品德，何时被曲解成了束缚女子的枷锁？昔年黄道婆躬身入仕，革新棉纺技艺，促进了棉纺织部的发展，造福天下百姓。可曾有人说过她是女子，而不该抛头露面参与世事吗？无女子为官之力，此例一开，成何体统？李冰驻都江堰，前无补蔡伦造纸术，亦无就例。若事事循规蹈矩，我大梁恐至今都还在结绳记事。况且医官之责在悬壶济世，而不应以性别论医术之高低。医者仁心，岂分男女？荣医士以真实救太后，以妙手护皇嗣，此等功绩，却还在争什么宗教礼法？你们这帮人，当真是迂腐之极！满口胡言，巧言令色。皇上，荣泽兰乃罪妇柳福陵之女，罪人之后不可为官，此乃大梁律法。敢问大人，皇城司可有确凿记载关于我母亲罪行的卷宗？若无卷宗，仅凭一张嘴，你是如何确定我是罪妇之女？皇城司可有此案卷宗？回皇上，柳福陵一案并无卷宗。皇上明鉴，既无卷宗，皇城司也未曾受理过此案，奴婢母亲便不是罪妇。昔年家母为太后治疗校正之法，用的是万夫方，见阳气正盛，以辛温之药驱散肺中浮痰。只是太后年事已高，气血浮动，所以无法立即见效。尔等视朝廷俸禄，居高位，不识岐黄变通，反以不合规矩为由罗织罪名。说到底，你们不过是怕昔日对你们俯首帖耳的女子，成为女官后与你们平起平坐罢了。说的巧舌，满口纲常文武，不过是守旧之徒护权的遮羞布。若真怀治国安民之志，岂会以男女大防为由置天下妇孺疾苦于不顾？若真有治国安邦之德，就该让女子行医，让天下妇人都能方便就医，及时得到救治。皇上，奴婢愿舍生忘死，与这世上的病痛对抗到底。请皇上推陈出新，废除旧制，封奴婢为医官。皇上，臣附议。皇上，皇上，大事不好了！大皇子与二皇子不慎坠马，二皇子重伤垂危了。什么？皇上，二皇子情况危急，他已重伤昏迷，腿部断裂，身负多处外伤，脏腑也有损伤，并且身中剧毒。中毒？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回皇上，二皇子听闻大皇子巡查河道归来，特意邀大皇子赛马，谁知马匹突然癫狂，二皇子坠马后又被风马踩伤。好好的马，为什么会发疯了？是。皇儿，怎么会这样？
到底是怎么回事？是谁害的你？皇儿，务必要救活二皇子。吴春林，你可有把握？回皇上，二皇子身受重伤，内脏已经出血，而且剧毒难解，这么重的伤，恐怕凶多吉少。住嘴！不管有多少把握，都给我尽全力救治，否则我唯一是问。皇上，二皇子如今的情况，恐只有剖腹治疗，尚有一线生机。一派胡言！剖腹治伤，9死1生，臣建议保守医治。荣泽兰，究竟是何居心？你想谋害我的皇儿吗？宁贵妃，我与二皇子无怨无仇，我为何要害他？荣泽兰，你所说的办法，当真能救活二皇子？回皇上，古有华佗，乃杨医的先驱，他曾成功实施过恶瘤摘除和胃肠缝合等复杂治疗。奴婢认为，若准备充分，可一试。皇上，臣曾听军中的医官提过这剖腹治法，战场上受了伤的将士也有因此法治疗活下来的先例，并非毫无依据，事不宜迟，还请皇上定夺。来人，虚请终老。皇上，我师父年岁已高，且他手部曾受过伤，如今已经无法操作杨医之术。吴顺林，太医院可有人会此医术？回皇上，边关紧急，太医院的杨医都援军去了。臣等无能，竟然没有一个人会，这要你们有何用？怎么会这样？二皇子无辜可怜，但宁贵妃害得我母亲含冤而死。若二皇子死了，宁贵妃必定痛苦万分，这无疑是对她最狠的报复。兰儿，你要记住，医道治人不分贵贱，无论市井乞儿、牢狱囚徒，与宫闱显贵并无二致。医者既执岐黄之术，便当以人心度人。勿论贫富，勿辨男女，勿别长幼，天下生灵皆为性命，俱当倾尽全力救治。皇上，奴婢会这杨医剖腹之术。泽兰，这等凶险之法，你如何习得？回大人，奴婢在吉安所守职时，跟随钟老学习的便是这杨医之术。荣泽兰，你可有把握能救回二皇子？有把握，但需先知二皇子身中何毒，只有解了这毒，才能实施这杨医之术，否则毒入五内，就毁天法术了。是断魂草。我皇儿所中之毒是断魂草。你怎么会知道？荣泽兰，荣泽兰，我求求你救救我们皇儿！我求求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只要你能救救我的皇儿！我求求你。宁贵妃，您应该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我承认，当年是我设法谋害了你的母亲，害得你母亲惨死。荣泽兰，你想让我承认什么我都跟你说，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救救我的皇儿！宁贵妃，竟有此事！皇上，先救二皇子。眼下救活二皇子才是最重要的事，至于其他的，待救下二皇子再说。好，吴院判，眼下这解毒之法还有剖腹的方案，我们还需要商议。好。所以大家都别慌，药的比例按药方子去抓，
千万不能出差错。是。必须在天黑前将汤药熬好，若是天黑之后视线受阻，开腹的风险会更大。是。陆大人。荣医师，解毒药已经为二皇子服下，我们前来协助你，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你尽管吩咐就是。吴院判，待会儿开始后，我要为二皇子针灸止疼，劳烦您帮我监控其脉搏。好。各位医官，请协助我进行剖腹操作，切记一定要集中精神，按我说的做。是。宋大人，眼下天色已晚，这烛光虽亮，但剖腹治疗还需要更充足的光线，才能看清细微之处。交给我。针灸包。我先用千斤钉破针，封住二皇子关键穴位，防止失血过多。这样用，你又怎么着？我又以银针刺入肾腧穴、委中穴、足三里穴。这是何针法？针灸麻醉，进行局部麻醉，配合我的千斤钉破针，能确保二皇子不会在剖腹中途因为疼痛而醒过来。这针法玄妙啊！麻醉已生效，可以开始。
兰儿，病因素旧，虚灵事不惑，唯当审地盘思，不得于性命之上，率尔自成俊快。如何了？二皇子死了。二皇子死于剧毒，贵妃娘娘若是早点便告知是何毒物，或许二皇子还有一线生机。都是我，是我害死了我的皇儿。宁贵妃，10年前，你究竟是如何陷害我母亲的？是你做的好事。你说，你是如何知晓二皇子所种的是断魂草？还有柳福陵之事，究竟是怎么回事？今日若不说个明白，休怪朕无情。皇上，2位皇子坠马之事也已查清真相。说，经查明，有人暗中在皇子的坐骑草料中加入了9叶藤，此草会致使马发狂。大皇子策马时，马儿失控发狂，使得二皇子的马也受到惊吓。二皇子未能控制住发狂的马，这才坠马。而后大皇子所骑的瘦金马儿，在癫狂之下又踩伤了二皇子。是我害死了我的皇儿。贱人，是你命人在草料中下药，是不是？你当真是罪无可恕，不仅戕害无辜之人，连朕的儿子也不放过，苦毒还不食子啊！我没有想要害我自己的皇儿。那中毒又是怎么回事？是我错了，是我作恶多端，才会报应在我儿子身上。我原本只命人给大皇子糕点下毒，本想让他毒发坠马，怎料到中毒的是我儿，坠马的也是我儿。你简直罪大恶极！皇上，臣暗中调查，10年前柔妃怀孕，曾多次被人下毒。之前后宫中诸多子嗣早夭，都与宁贵妃与冯明远有关。还有，10年前荣泽兰之母柳福陵，便是因为发现宁贵妃给柔妃下毒而被戕害。这是臣找到的证据，请皇上过目。皇上，事到如今，铁证如山，你还有何话可说？事到如今，我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如今我的孩子也没了，我便把这真相都告诉你们。10年前，柔妃怀有身孕，我怎能容忍她生下皇子威胁我儿子的牵扯？我精心策划，对他下手。可是刘福陵那个贱人，
竟察觉端倪，我怎么会让他坏了我的大事？所以我只能让他永远闭嘴。太后，太后，你怎么了？怎么了？快传医官！太后，奴婢去了太医院，当值的太医要么不知所踪，要么喝醉不省人事，这可怎么办才好啊？快，赶紧去宫外吴院判官邸，请吴院判来。来不及了，圣人之政。幸好习惯随身常备一些药物。来，太后，太后，太后！脉象微弱，危在旦夕。岳福临，你到底对太后做了什么？冯大人，我用治疗哮喘的法子为太后缓解。你还敢狡辩？皇上驾到！太后怎么了？皇上，柳氏擅自用药医治太后，致使太后昏迷不醒，危在旦夕。她分明就是蓄意谋杀。是啊，皇上，太后本来还好好的，可是用了他的药，太后突然昏迷不醒了。来人，快将凶手拿下！是。皇上明鉴，臣妇是冤枉的。给我拖下去！福临，皇上明鉴，臣妇是冤枉的。皇上明鉴，臣妇是冤枉啊！福临没有谋害太后，求你饶了他吧，皇上。安妃，快，你怎么了？快去！娘娘，我屡次给怀孕的柔妃下毒，都被柳福临识破。本来想除掉他，继续对柔妃下手，可是没想到，柔妃竟因此动了胎气，早产，还生了个女儿。既然他威胁不到我便饶他一命。你这个心如蛇蝎的杀人恶魔，简直罪该万死！贱人，你当真是蛇蝎心肠，害我子嗣，毁我后宫！我蛇蝎心肠，我会变成今日这般，都是你一手造成的。你才是罪魁祸首！放肆！这何错之有？都是因为你迟迟不立储君。你跟我说过，你说我的儿子是你最看好的皇子，你说过要把他立为太子。结果呢？
子也是这么说的。你把我们所有人都当作棋子，在这权力的棋盘上随意摆弄。爹，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我已有心爱之人，我们情投意合。可是你却为了家族利益，硬生生的把我送进这耻的皇宫里面。你还说一定要我生个儿子，让我把他扶为太子，让整个家族享尽荣华富贵。所以，我只能除掉挡在我面前的所有人。筑墙之内，白骨为基。金玉其外的尊荣下，是万千血泪铸就。那些被称作贤良淑德的规训，竟成了悬在女子颈间的利刃。有人借此攀附青云，有人为此癫狂痴舞。到头来，皆是困在这无形樊笼里的可怜人罢了。住口！住口！朕岂能容你在这颠倒黑白、胡言乱语？即日起，将宁贵妃褫夺封号，赐针灸自尽。等等，二皇子他没有死。你说什么？他的命保住了。我的皇儿没有死？什么？我的皇儿没有死？什么？给朕拖出去！我的皇儿没有死？什么？我的皇儿没有死？什么事？我的皇儿没有死。荣泽兰，你又立了一功，没让朕失望。谢皇上夸赞，这是奴婢身为医者应该做的。凌霄，事情已经结束，你也该从太医院出来了。臣遵旨。哎呀，完了完了！咱们之前那样嘲讽宋世子，他肯定不会放过咱们。是啊，谁能想到他竟然是大名鼎鼎的宣平侯世子？这下可怎么办呀？哎，飘飘是确实不错。那你看看这个啊。世子殿下，世子殿下，世子殿下，之前是小人有眼不识泰山，小人不该嘲笑您走后门，实在是罪该万死，还望世子恕罪啊！之前是我们糊涂，不该说您烂泥扶不上墙，请世子殿下恕罪。太活该，让他们听我们的。想让我既往不咎，也不是不行。这样吧，你们今天一整天见到谁都要说一句我是烂泥，我扶不上墙。做到了我就考虑原谅你们。是世子殿下，多谢世子殿下，多谢世子殿下。你看看，我是烂泥，我扶不上墙；我是烂泥，我扶不上墙；烂泥，我扶不上墙。哎，那个，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可是有哪里不对啊？还是被我给迷倒了？你把我拉到这儿来，有话要说。
我在太医院的任务也算圆满完成了，以后我就不能日日待在皇宫了。一路顺风。什么顺风？你就没有别的要对我说的吗？没有啊，这天色也不早了，宫门应该要落锁了。你是今天就要离宫吗？你就这么希望我离开啊？喂，宋世子，我答应。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吗？你就答应。不管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不知宋世子是否有意中人？若是没有，不如与我定个亲。好啊。不过这般大事，是否应该先知会家中长辈一声啊？家母已过世，我的亲事我自己便能做主。好，那就依你。今日朕要与朱清共享一件喜事，请皇上明示。荣泽兰医术超凡，数次力挽狂澜，救人于危难。不仅将养医之术发扬光大，传于军中，更是研制出特效药方，造福天下百姓，医德人心兼备，实乃天下医者之楷模。朕决意将荣泽兰封为我大梁国首位女医官。臣领旨，谢皇上隆恩。此外，10年前太后寿宴一案，现已查明，柳氏茯苓对太后的诊治及时妥当，并无差错。朕已下旨恢复其声誉，以正视听。臣谢皇上。宋爱卿，你这眼巴巴地望着，就这般迫不及待了吗？朕早就听闻你与荣医官情投意合，今日便做个顺水人情，为你们2人赐婚。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臣谢皇上。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观太医院医官荣泽兰妙手仁心，屡解宫闱臣科；宣平侯世子宋凌霄忠勇兼备，2人皆为栋梁之才，情笃意合，实乃天作之合。今依例赐婚，则吉日完婚，万2位琴瑟和鸣，共襄家国。钦此。臣谢皇上隆恩。